1950年时，王震去北京参加会议，只见他神色凝重，到处寻找毛主席与周总理。在之后的会议上，他向众人提出了一个令人十分意外的请求，就是要紧急招收10万名女兵，因为新疆军区正处于一个严重的困境之中。当时会场上的每一位领导都不理解他为何会提出这样的请求。接下来，王震向大家说明了缘由，更是让人感到非常震惊。他说，新疆由于一些原因，目前正在陷入困境，建设工作马上就要停滞了。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骚动，以至于他要向中央请求急招10万名女兵呢？为何这些问题只有女兵才能够解决，并且还需要10万名之多呢？王震本就是第1军团的司令员，而且还是军队里面的政治委员。在我们新中国刚成立不久，他就接到了中央的命令，让他抵达新疆区域，对当地进行治理，并且他还要完成一项非常紧急和十分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处理好中国驻守边疆的问题。王震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将军，中央对他也是十分的放心。王震无论是在管理军队上还是处理政务上都是很有能力的，并且他为人十分的正派，从没有丢失过自己的本分和底线。他得知自己要被派去新疆的时候，便知道自己此行身负重任，绝不能辜负中央对自己的期望，所以他便立即着手想办法去处理那些事情。那个时候的新疆是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的，而且我们的新中国又才刚成立不久，新疆更是一个十分重要、不能有任何疏忽的地方。自古以来，新疆就是一个战略要地，而且它又属于边疆地区，情况更加复杂。1949年11月时，王震乘飞机前往新疆，他在飞机上俯瞰着下面的辽阔土地，心中是感慨万千。这样壮丽辽阔的景象令他惊艳不已，但他也不仅仅只是在欣赏新疆的美丽风光。在飞机上，他还与其他几位同志一起探讨着新疆的问题。这里需要提一点，王震不仅是与几位同志一起前往的新疆，他还带去了一支军队。毕竟新中国才刚刚成立，新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导致当地的社会不是很稳定。当王震的军队抵达新疆以后，便很快把这一情况给平息好了。不过，这支军队虽然处理好了这些事情，之后自身却又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。新疆的确是稳定了下来，然而有许多问题却都还才显露出来。首当其冲要考虑的便是粮食问题，这对于王震来说也是最考验他的问题之一。由于此前长年累月的战争，加上新中国才成立不久，百废待兴，很多基础建设包括农业都还十分落后。新疆这里也一样，而且新疆此时还没有任何的工业基础，这种种的原因使得整个新疆的收入非常有限，人们生活贫苦不堪。那时候的新疆人民有多惨？首先他们本身的农业产量也不是很高，但是每年的粮食产出缴纳地租就要花出去一大部分，而且种子也是有成本的，最后能留在他们手中的就只有一点点。当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，粮食的收成是非常不可控的，极有可能颗粒无收，这可是非常严重的，也就意味着一整年都将没有吃的。新疆的百姓姑且不能够填饱肚子，驻守新疆的士兵们的伙食也根本没有办法得到保障。王震思考了许久，怎么去解决粮食问题。后来他提出了几个方案。第一点就是向苏联进口粮食。在地理位置上来说，新疆距离苏联是比较近的，那么要进口粮食的话，肯定是选择苏联更划算，运输成本更低。不过仔细了解过后，便发现这一方法不太可能实现，因为其中有无法解决的弊端。那个时候苏联1吨粮食的价格在300卢布左右，换作是现在，也只不过是相当于我们的28元人民币而已。然而在当时那个年代，这可是一笔巨款，而且还不能完全依靠从苏联进口，
因为只是算新疆军区一年所需要耗费的粮食，就足足有30万吨以上，也就是说要向苏联支付3000万卢布。新中国那个时候刚成立，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支付给苏联。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时候，我们的支出都是非常巨大的。日本在我们国家也掠夺了不少财富。解放战争时期，蒋介石也从大陆卷走了不少黄金与其他有价值的物资。可以说，经年累月的战争，把我们大陆的许多财富都席卷走了。看到这一条路行不通，王震就又提出了另外一条路子，就是从我们国家的其他地区向新疆运输粮食。这一方法比起从苏联买粮食来说，成本要低一些。不过之后也遭到了否决，原因很简单，那个时候的交通并不发达，一路运过去，所花费的运输成本是非常巨大的。就拿与新疆最靠近的甘肃来说，从兰州把粮食运到新疆去，路上的运输费用就足以买好几倍的粮食了，既不能从外国买，也不能从内地其他地区运输。那么王震就不得不从新疆自身来想办法。此前他在飞机上的时候就看到了新疆有着广阔的土地资源，所以他就想，能不能把许多荒芜的土地都给开垦出来？这么大面积的土地，那一定能种出许多粮食来。不过想要大面积的开垦也很不容易，这必定是一项耗费人力的大工程。经过一番仔细的思考，他把命令传达了下去。不过下面的人还没有开工，就遇到了这个大问题，并报了上来。新疆的那些土地面积非常大，而且还十分荒芜，想要把它们都开垦出来的话，以现在的人力来看，根本不太可能。王震得知这一消息之后，并没有惊慌，因为他心中早就已经有了主意。可别忘记，他之前去新疆的时候就带过去了一支军队，这些人就可以参与到开垦荒地中来。1950年1月21日，王震率领军队积极地参与到开垦荒地、扩大农业生产中去。第一年，王震提出了开垦计划，要求所开垦的荒地要达到60万亩，所有士兵都必须参与其中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方法还真管用。实际上那一年所开垦出来的荒地面积达到了96万亩，远比当初定下的60万亩的目标大，并且其中有83万亩都已经播种了。看到计划超额完成，王震心中的信心增长了许多。不过在这个过程中，又有一个问题涌现了，正是这一个问题，让王震之后向中央提出了需要招募大量女兵去到新疆的要求。他率领的那一支军队有20多万人，其中有不少都是多次参加过战争的老兵，还有一些是原本就在新疆的，另外还有一些是由国军改编而来。他们如今都在参与建设新疆，且一时半会儿都没有办法离开这里，可能需要他们长时间驻守新疆。经过了解，王震发现军中的许多战士年龄都很大，平均年龄已经超过38岁。他们很多人都是大老远来支援新疆建设的，离开家的时间久了，他们也难免会想家，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士兵都是单身的状态。如果部队不给他们解决这些问题，今后他们的年龄越发大了，就更没办法组建家庭了。这些士兵在新疆久了，本来就很想家，之后的婚姻问题又没办法解决，久而久之，根本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建设中来。王震作为领导，自然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他需要尽快帮助战士们解决这些问题。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他就相当于红娘一般。随后王震发现这一问题还挺棘手的，因为新疆本地的姑娘们几乎都不会嫁给这些士兵，他们一是与本地的男子更熟悉，二是信仰的差异导致他们不太可能嫁给外地男子。有一项数据更是让这一问题雪上加霜。据调查，当时新疆的总人口有433万，但性别比例却十分不平衡。不仅仅是军队中没有多少女性，新疆本地的女性也不多。之后许多士兵都纷纷提出了想要回家的申请，理由就是想回家结婚生孩子。为此王震忧愁不已。
头发都极白了许多。之后，王震发现这一问题果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，士兵们开垦土地，建设新疆，已经不像最初那么有积极性了。王震心里明白，此时必须要有所行动了，不然后果会越来越严重。契机很快就到来了。有一天，王震接到中央命令，让他去北京参与一场重要的会议。在会议上的时候，王震就提出了他的请求，表示要急招10万名女兵支援新疆。他还说，这一问题只有女兵才能够解决。在听完王震的讲述之后，参会的领导们都对这一问题重视起来。在会议结束之后，中央就向全国发出了号召，希望有合适条件的女性积极响应。王震之后回到新疆时，高兴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那些士兵们。他说道：“好消息啊，同志们！毛主席与中央已经在为你们的婚姻大事行动了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你们人人都能够成家生孩子了。”战士们起初听到这话时是半信半疑的，不过王震又补了一句：“军中无戏言，你们难道还不相信我？”这一下战士们都沸腾了起来，他们高兴不已，开垦土地时也更加有劲儿了。中央给这些女兵的政策待遇是非常好的，所以许多年轻女青年都非常积极地响应了号召。如今这一件事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知道了，但却是那些老一辈人心中永久的回忆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更精彩。